快去通报老太太，王爷和福晋来了。先捎个信儿呢，我也好准备准备呀。自家人不需要客套，咱们因为许久没有收到雪珂书信，心中又十分想念，所以忍不住就来了。爹娘，雪珂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爹娘，你们快救救翡翠，她快要没命了。怎么回事？她是病了，还是发生什么意外？啊！志刚把她鞭打到遍体鳞伤，她一天一夜没吃没喝。今儿一早，志刚还把她锁在柴房里，绑在木桩上。我真不敢想象她现在怎么样。她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要这样对待她？就算犯了天大的错，也不能要他的命啊！柴房在什么地方？带我去。你们呐，最好不要管这档子事儿。为什么？翡翠是罪有应得，若非姿势体大，志刚也不会这么罚他。究竟是什么事儿？你要我说呀，我还羞于启齿呢。不如你们到雪珂房去，自个儿问他吧。我们当然要问个明白。不过，我要先管管翡翠的事儿。走。这儿不是王爷府，请你自重。翡翠自小在咱们王府长大，就凭这份情，咱们是管定。她随雪珂陪嫁过来，就是罗家的人，要怎么处置她？是咱们罗家的事儿。好，你不讲人情，我还要讲千里王法呢。丫头也是人命一条，要是闹出个人命来，你们罗家脱得了关系吗？就算你们有通天的本领，你们不在乎草菅人命，我可看不过眼。即使今天被关的不是翡翠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走。忠心耿耿。快把他抱起来，我支持不住了。快去，请个大夫来。是。伤口有些发炎，一定要勤用换药，以免恶化。还有，他身体非常虚弱，饮食方面要多加滋补。然后呢，好好休养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告辞了。
爹，娘，幸好你们及时赶到，不然我现在不知道有多为难。是亚蒙去见你们的吗？他把来承德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儿，全都告诉我们了。我们非常担心着急。你写那个短笺，语气紧急，内容却那么简短，更使我们不安极了。果然就出了事儿。这志刚真是太过分了。等他回来，只怕还会有更过分的事。你不用怕，自有我们给你撑腰。我倒要瞧瞧，当着我的面，他敢把你怎么样？爹，您并没有生我的气吗？您从北京赶来是来支持我的吗？我必须支持你，否则你在这个家庭里还有立足之地吗？可是，你同亚蒙的事，于理是站不住脚的。要支持你，我就得昧着良心说话。好，我也认了，就昧着良心说话吧。不过这样，问题并不就解决了。我要了解的是，你心里究竟怎么打算？我恳求爹娘为我做主。这个婚姻，我真的再无法忍受了。我要离婚。我和志刚的婚姻，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接下来也不曾对过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实在受够了。如果再和他生活下去，只会不断制造新的痛苦和悲剧，永无休止的。难道你们愿意我这样过一辈子吗？王爷，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。是啊，是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所以爱得那么深，保护得那么强烈。当年要捉你回来，逼你就范的种种，虽然你一切顺从，但你眼底的恨意，确实让我和你娘伤心了好长一段日子。不过我始终坚信不疑，我那么做是对的，是真正为你好。当年，以你失身亚蒙，还怀孕产子的情况底下，我都断然地拆散了你们。更何况今日，你已经是有夫之妇。传统的道德观，在我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，也是我判断是非的标准。你说，你叫为父的怎么能赞同你在婚姻之外再发生一段感情，甚至支持你不顾礼教规范地去追求她，去争取她呢？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传统礼教，也不要再跟我说什么是非对错。我只知道，当我和亚蒙重逢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，在完全被时空阻隔、生死两茫茫的情况底下，结果一见面，感觉竟然是那样的强烈。我原以为自己早就死了心。可是我对亚蒙的感情是不会死的，这份爱和我的生命是并存的，也是支持我存活下来的力量。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，我活下来的最大意义，就是要等待再见面的这一天。现在果然是相见了，这个震撼，震出了我8年来的魂萦梦牵，刻骨相思。也震出了我埋在心里所有的情感。我不是圣人，我实在是情难自禁。我当然知道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我的想法、我的行为全是错的、不应该的。可是我没有办法。就算没有亚蒙的出现，我仍然是一个不忠的妻子。从新婚之夜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心底从来就只有一个人。以后也不会变。要我留在志刚身边，我将永远都不能对他忠实。他要我这样的一个妻子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维持一个徒有名分的婚姻，放弃了真正挚爱的人，
真的是对的吗？特别是现在我已经找到了失散的女儿，这将是我生命里最重大的转变。我只是想全心全意地抓住这个机会。虽然你们并不成熟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亚蒙才是我的丈夫。我只是渴望和我的丈夫、我的女儿相认团圆，重新活一遍。我懂了，你的心意是如此坚决，一番肺腑之言，句句心酸，道出了你8年来为情吃苦的心境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听了很受感动。我想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这时候，道德礼教也不管用，也不能用是非对错来分析整个事情。总而言之，天下父母心，我们为你好、为你着想的一片心总是一样。我们会支持你，出面为你做主的。谢谢爹娘成全。我们会支持你，出面为你做主。谢谢爹娘成全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孩子，对不起。这句对不起，8年来，我在心里头对你喊了千千万万遍，直到今日，才亲口对你说出。原谅我欺骗了你，谎称孩子早已经夭折的事儿。多少次，我设身处地的为你想，都可以感觉到那个锥心刺骨的疼痛。真是一个狠心的母亲。我当初坚信这么做是为你好，但如今却害苦了你。我自己也饱受内疚的折磨。你怪我吗？我不怪。虽然当亚蒙告诉我说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简直承受不了这个事实。我不敢相信你和爹当年做的事。可是事后，我细细回想，反复思量，我还是谅解了你。事实上，是我欠你一句谢谢。谢谢你救了孩子的命，使我母女今日得以重逢。现在，我心里只有感激。在我这么无助、四面楚歌的时候，你和爹肯抛开旧事成前，对我伸出援手，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感动。是。他还好吗？我是说，小雨点。是啊，我们这次来也是想亲眼见见这孩子。
我这就去把他找来。不知道翡翠姐姐给救出来了没有？真想瞧瞧去。可别出去惹事儿了。冯妈叫大伙儿全都乖乖的待在屋里，说是老太太的命令，咱们还是安分点的好啊。你想，少奶奶的爹娘来了，那么，嘿，要喊王爷福晋。哦，那王爷福晋来了，少奶奶和翡翠姐姐是不是就不再受欺负了？不知道啊，他们几乎从不来的。我来罗家1年了，还没有见过他们呢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小一点，什么也别问，快跟我来。王爷万福，福晋万福。啊！小一点忘了规矩，请王爷福晋别生气。哦，行了行了。别害怕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我先带他回去了。这件事可真是奇怪，怎么瞧也瞧不出个名堂来。不管了，先去告诉老太太。王爷，这孩子模样一看就是雪珂小时候模样，一句话也不要问，我就可以完全肯定，她是雪珂女儿没错，也是咱们的小外孙女。现在却是罗家的小丫头，这都是咱们一手造成的结果。少奶奶，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，惹王爷福晋不开心了？没有的事，你很好，表现得很得体。下次见面，他们一定会同你多说些话的。真的？那就好，下一次我一定不这么紧张了。其实，我原来真想和他们说一些话呢。什么话？我想求他们留下来多住一些时候，这样就可以保护你和翡翠姐姐不被少爷欺负了。会的，他们会留下来多住一段日子。我的小雨点，但愿到时候我们都能得救，再也不要受到这种煎熬。雪珂带着小雨点儿去见王爷和福晋。是啊，您说奇怪不奇怪？是怪异呀，他们一来就闹上一场，这会儿难道不该赶紧拉着雪珂去追问原委吗？怎么会有心情去见个小丫头呢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这当中定有什么古怪？哎，这都是少爷不在，要是在的话，瞧他们一家子敢做什么怪？不，这样也好。等志刚回来，叫他结结实实的发顿脾气。这一次机不可失，我总要推波助澜一番。
让志刚终于首肯离掉雪珂。少爷，王爷跟福晋来了。我先告诉您一声啊，他们一来啊，就先把翡翠给放了，而且啊，跟老太太闹得很不愉快呢。这会儿啊，他们正坐在大厅里头，一副要兴师问罪的模样啊。是稀客，爹娘怎么突然心血来潮到陈国来了呢？哼，多亏是心血来潮，否则来晚一步，只怕要给翡翠收尸了。我累了一天了，可不想一回来就吵架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事情的始末，我们已经向雪珂问明白了，我们实在不能理解。只因为一个高老板亲自到家里来送鸡血时，也值得你疑神疑鬼到这种地步。更不可理喻的是，你根本就无凭无据，却非要加罪于雪珂不可，竟然转而对翡翠用私刑。哼，用这等残酷的手段来为难雪珂，强迫的招认，这你摆明了就是要冤枉他。是又怎么样？雪珂已经嫁给我，我是她丈夫，我要把她怎么样，又与你们何干？住口！你才应该住口呢！你们跑到这来多管闲事，我还没发作，你们凭什么对我大呼小叫的？我一进门，笑脸也给过了，台阶也给过了，是你们不识抬举，非要撕破脸不可，那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。你，哎，王爷，王爷，你怎么可以对爹动粗呢？你简直没有人性！好，我没有人性。你骂得出口，我就好好的让你见识一番。你们给我听清楚，想教训我，你们还不够格。脑筋好好的回想一下我和雪珂的新婚之夜。那夜你们夫妇两个在我们罗家是多么的抬不起头来，那个时候起我就把你们给看扁了。什么岳父岳母，我喊你们声爹娘那是抬举你们，居然还在这不清不楚，自以为有什么分量就对我摆起架子来。你们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够了，够了！你要把我父母羞辱到什么程度你才满意呢？他们自找的。而你更愚蠢的叫我惊讶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居然还摸不透我的脾气。见你父母来了，你以为怎么样？救兵到了，你可以哭诉，你可以喊冤，你以为他们可以为你撑腰，把我这个女婿教训狗血淋头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什么难听的话都叫你说尽了。既然你不把雪珂当妻子，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头，那么离婚算了。既然决裂到这个地步，我实在看不出来这婚姻还有什么意思。我们要为雪珂做主离婚。好极了，咱们还求之不得呢。这样的亲家不如没有的好。志刚，你自己看吧，闹得鸡犬不宁，惹得一身嫌弃，值得吗？正好，双方家长都在这儿，不如就离了吧。雪珂，你说句话。不愿意离。大家把话讲明白，就等你开口。我不离。
大家把话讲明白了，就等你开口。我不离。你母亲是答应离的，她可以在报纸上登一则启事，昭告你们的婚姻已经结束。你知道，这样就算数。我们有权利把雪珂带走。是吗？那你们倒试试看。大门就在那儿，你们随时可以走。至于雪珂，她敢不敢跟你们走，那就看她自己。气死我了！志刚居然敢这样子对我！走过这大半生，我阅人无数，什么大小阵仗没有经历过，也不曾被人这般羞辱过。虽然我们自恃愧对他们罗家，他也不该如此啊！他爹在世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也还敬我3分，如今他竟如此目无尊长，真是大逆不道啊！让我寒透了心，寒透了心呢！爹娘，都是我不好。我知道志刚一定不会答应离婚，所以非恳求你们出面为我做主不可。没想到志刚他会这么恶劣，连最基本的人情他都不顾念，这才使你们受到这么严重的屈辱。我真的难过极了。好，这怪不得你，不要自责了。不，如果不是要为我出面，你们又怎么会和他正面冲突而遭受侮辱呢？爹娘一生何其尊贵，怎么能忍受这样？而对你们大不敬的人，又是我的丈夫，这更使我难堪，痛心到了极点。罢了罢了，有因必有果。今日种种，或者该怪我自己吧。雪珂，你放心，我和你娘绝不会就这样罢休的。撇开一切都不谈，就凭志刚的表现，我们已经心灰意冷。他既然可以毫不留情地践踏我们的尊严，那么还奢望他能如何善待你呢？孩子，这个婚姻的枷锁是爹给你套上的，爹会想办法给你取下来。可是，我不敢想象，爹娘还要遭受到什么样的羞辱。我怎么忍心？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。离婚这件事儿，只管交给我。娘，离婚，想都不要想。不要管我！你要看我不顺眼的话，你就滚出去！我无所谓，每个人都跟我作对，没有真正了解我，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我。没有人了解你，我了解呀。你不肯离婚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你爱雪珂。你张牙舞爪，就好像一头猛兽在保护自己的猎物似的，用凶狠来吓走侵略者。但事实上，你心里却充满了害怕，你很怕失去雪珂。你胡说，真是荒谬可笑！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只有别人怕我。
你不在大厅，你没有看见。我听过几句狠话，他们就吓得要死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够让我失去血科的，没有人的。有，那个人就是你自己。你先是鞭打翡翠，然后又羞辱王爷福晋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让雪珂心碎？你已经彻底失掉他了。我明明是爱他的，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你却一直在做着一件奇怪的事，把他推得离你更远。你只知道用暴力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最不聪明，而且是最低下的手段。你敢教训我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以为我真的喜欢暴力？你以为我真的愿意每个人见了我就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吗？原来罗志刚并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从来不想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并没有雪珂怕我。可是我不晓得该怎么做。我有他的人，可是我却始终得不到他的心。我一想到这个，我就激动的发狂，我就控制不了自己。我究竟该怎么做呢？为什么你对谢珂的感情这样矛盾？既然爱他，就该对他好，对他温柔。一切都是情不自禁，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。可你却拼命压抑自己，让我看得好糊涂。当然，也许有一些我不该知道的秘密。那我不管，但我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你爱雪珂，而你最大的痛苦是他不爱你。我们你还掩饰什么？要是你不表现出来，你怎么能让他知道你的爱有多强烈？你不先用你的爱来打动他，又怎么能让他来爱上你？好，我就告诉你了吧。在我跟他的洞房花烛夜，他亲口向我坦白，他有过一个女人。我再告诉你，这么多年来，那个人还一直活在他的心里。这样你懂了吗？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爱上他，这完全没有道理，而且也不应该。我却偏偏陷进去而无法自拔。我不能向他示爱，我做不来。我干脆说一句，我不敢，我没有勇气。因为在洞房花烛夜，一个男人的自尊已经让他狠狠地摧毁过一次，我不想再有第二次。这样你明白了吗？你挖到了我的秘密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
抓到了我的秘密，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请不要这么说。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你第一次肯在我面前掏出你所有的心事，倾诉你真正的痛苦。你不知道，这要让我有多么感动。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你呀。嘉珊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听我说，没有人在阻碍你，你必须停止做自己的敌人。过去的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即使那个男人还活在雪珂心里，又怎么样呢？她是你的妻子呀，你在她身边，你跟她真实的生活着。只要你肯跨越自己的心理障碍，放下自尊，表现真实的你，我相信你早就可以赢得他的心了。请你试试看啊！虽然眼下闹得这样子不可开交，但是只要你有诚意，还为时不晚，一切都能挽回的。相信我，坦诚自己的真情并不那么困难，也不是件羞耻的事，那样只会叫人感动。我不明白你的心态，我实在想不通了。难道你真的不希望我和雪珂离婚吗？你给我生了玉玲，如果我和雪珂离婚，你就会立刻扶正。你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？我当然明白，但我更清楚一点，你对雪珂的感情，在某种角度上，更胜于对我的爱。感情上，我是吃醋的，但是理智上，我的观念和思想不允许我去争风吃醋。因为我爱你，因此我必须爱你所爱的。不是我胸襟宽大，也无关乎三从四德。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，深爱着自己的丈夫。你的喜怒哀乐左右着我的，我一切以你为主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坐下来。是。叫你来呀，是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昨儿个大家都在气头上，说话难免口不择言。现在让咱们真正实际而且理智的来谈吧。志刚，此时此刻，我愿意抛开我的身份和自尊，仅仅站在一个父亲的立场来对你说话。当年，我以欺瞒的方法把雪珂嫁给你，对你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，致使你怨恨至今，心里头对我没有丝毫的尊敬。
这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的确没有资格来教训你什么。我希望你能了解的是，昨天之所以提出了离婚，这完全与情绪无关，那不是一时气急说出的话，而是正视到这个婚姻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。请你相信，今天我们也不愿意见到你跟雪珂走上离婚这条路，可是他真的很痛苦。今天我们也无需讳言，这么多年来，你跟雪珂做的都是有名无实的夫妻。既然如此，何不让他走呢？正头奶奶这个位置，家山不是更合适吗？有没有雪珂，对你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一件事儿，仅仅是点头摇头之间。你若点了头，对雪珂来说是一种解脱，对我们父母而言，也解除我们常年的忧心和烦恼。我们都会很感激你的。怎么样啊？倘若你有什么条件，尽可以提出来。我跟你讲明白了吧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钱财颜面都可以豁出去，只要你肯放了我的女儿，你要怎么样，我们都照办。你倒是说话呀！我的意思，你早就明白的。现在不妨跟你实说，咱们3位老人家是不计前嫌，同心合力的来说服你。他们是为女儿，我是为儿子，算咱们一块儿来恳求你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恳求3位老人家，不要再逼我离婚了。我为我昨天的言行道歉，也为我过去这多年来种种恶劣的态度道歉。我知道不能叫你们马上原谅我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但最少你们可以给我一个机会。你在说些什么呀？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要离婚，不是耍狠，不是报复，而是因为我不能失去雪珂。我爱她。你什么？我爱雪珂。胡说！不可能的！你为什么要捏造这样的谎言？你为什么？我不管你们相不相信，我只能说这是我鼓足了勇气才在你们面前说的这些话。这对我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不要告诉我你们不能理解，是你们主宰了雪珂和我的命运。我们被动的结合，又被迫的生活在一起。然而最悲哀的是，我竟然爱上了他。今天我逼不得已，在你们面前袒露了我内心底的秘密。在你们各自为你们立场对我软硬兼施的时候，是否现在该停一下，也正视一下我的悲哀？对我公平一点吧。雪珂，
完全出人意料之外。志刚的这句话，可把我全搅乱了。你说，这下该怎么办了？原来是只有劝和，没有劝离的道理。我决定为雪珂出面，不单是因为被他的一番说辞所感动，亚蒙的话也对我产生了影响。至少我承认一点，志刚和雪珂的婚姻不幸福，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志刚今日一席话固然使我震撼，但是这婚姻问题其实由他这几句话就什么都解决了。不错，只不过他这截然不同的转变，我怕这离婚的谈判要难上加难。福晋，王爷，是家山呢。这一趟来，事端横生，多有不巧，还没有机会跟你叙叙呢。家和万事兴，还望两位老人家鼎力撮合呢。请两位到家山房中一叙，志刚在等着你们呢。他是诚心诚意的，请给他机会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慢慢谈吧。爹，娘，我知道一下子要取得你们的信任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可不可以试着相信我这一次？我不敢奢求你们劝和，但至少先不劝离，行吗？雪珂愿不愿意与我复合？我想，除了靠我自己努力以外，谁也帮不了这个忙的。那么，请给我努力的机会，行吗？你很诚恳，那我也不妨坦白地告诉你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结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，甚至毫无收获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没有办法保证什么，我只能肯定地说，我不会再为了保护自己而做伤害雪珂的事。我将撤掉所有的尖锐、暴力、喜怒无常，真正的和他坦诚相对，付出我的感情。我当然晓得，这很辛苦，很困难。但是谁叫我自己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呢？不过人非草木，谁能无情？我不急，我和雪珂的日子还长得很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打动他的。你现在是说得很动听，但你有没有想清楚？你做这么大的转变，真的能够说到就做到吗？一下子要把8年的你全体变了样，你能维持多久？也许没有几天，你就失去耐性，故态复萌了。不错，所以我说我不能保证什么。
因为我不是完人呢。我那么骄傲，自尊心那么强，又是那么好面子的一个人。今天我撕开一切伪装，裸成我心里最脆弱的一面。这已经是鼓起最大的勇气，也是下了最大的决心。我不会冠冕堂皇的信誓旦旦，我只能把我的感情和想法很真实的说出来。我们要的，也就是一份真实。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挽回的机会，甚至可以不计前嫌的在雪珂面前帮你说说情。但是，他肯不肯给你机会，得看你自己了。他挽回这个婚姻，我们已经答应给他机会，所以离婚的事暂且不要谈了。不可以！你们怎么可以相信他呢？这一定是个诡计。他算准了这么说，一定可以打动你们，使你们心软。他收拢了你们每一个人，我自然就孤掌难鸣了。未必吧。虽然说这么些年来，我们没有和志刚建立起良好正常的感情，但我认为他的本性绝对不至于这么卑劣阴险的。再说，他何苦这么虚伪多心呢？如果他的目的还是只有一样，就是不离婚，那么他没有道理卑躬屈膝、低声下气的，是不是？不，你们不了解，他这么做是在博取大家同情，把问题全体推到我一个人身上，然后你们自然会对我施加压力。到了最后，就好像是我一个人在闹离婚，他倒显得无辜。相信我，这是一个手段，他会在一旁很愉快地看着整个过程，看着我无奈的屈服。等事情过去，他就会来慢慢和我算账，你们明白吗？他不爱我，对我这个还没有过门就已经对他不忠实的妻子，他怎么可能爱我？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如果他对我有爱，我总该感觉得到的。你们怎么会跑去问他，而不来问我？我告诉你，他恨我，嫌弃我，鄙视我，我是他的囚犯，闲来无聊折磨我，看我受苦是他的一大乐事。他可以从中发泄他的怨恨，毁在我手里的尊严也得以平衡过来。他怎么能失去我？我的角色是无人可以替代的，这才是他不肯离婚的真正原因。孩子，你实在让爹娘好为难。你跟志刚长久处在不幸福的状况底下，也难怪你会这么想。只是因为你对他太没信心了。老实说，我们也不是全信了他，只是他表现这么诚恳，我们活了大半辈子，真话假话还不至于混淆不清。我觉得你是太激动了，你先不要固执地咬定他使账，最起码先跟他谈谈，听听他怎么说。婚姻是两个人的，很多话也只有你们私下才能说得清楚啊！你娘说的对，我怎么都不会被他说服的。爹娘，求求你们站在我这边吧！既然要支持我，就要支持到底，不要突然改弦易辙。如果离不成婚，那就是把我推到更痛苦的深渊、更黑暗的无底洞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？爹娘，求求你们站在我这边吧！既然要支持我，就要支持到底，不要突然改弦易辙。如果离不成婚，那就是把我推到更痛苦的深渊、更黑暗的无底洞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？不会的。如果志刚真是这种反复无常、阳奉阴违的人，我们会袖手旁观吗？我告诉你，假如他有一些个表里不一致，或者他根本没有诚意兑现他对我们所承诺过的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到时候他答应也好，不答应也好，我就带着你回北京去，从此我们与他们罗家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
好了，不过是要你给志刚一个机会，并不是要你去做比登天还难的事。你确实反应过度，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亚蒙的缘故，但是这对志刚是不公平的。可是我真正爱的是亚蒙啊！就算我给志刚机会吧，这样对他来说难道又算公平了吗？你们真的还不明白吗？这个婚姻对志刚对我一直都是不公平的。爹，你原来不是说这已经是无关乎是非对错，你已经被我感动，你要全力帮我解开这个婚姻的枷锁的吗？当时我以为你的婚姻已经彻底绝望了呀，否则我不会这么说的。你要知道，离婚绝对不是一条正路，非到万不得已，谁也不愿意走上这条路的。更何况，你的婚姻现在已经开始有了希望。不，那是志刚的希望。这个婚姻对我而言，一开始就是彻底的绝望。我已经绝望了这么多年，还不够吗？你只管志刚的希望，却不顾我的绝望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何不冷静一下，仔细想一想？娘还是那句话，你必须先和志刚真正谈过之后，一切再来讨论，好不好？小雨点，少爷，少爷，小少爷的衣服我马上就叠好了，请您不要生气，我马上就会叠好，给阿姨太送过去。我没有生气，你别吓成这个样子。我说了，我并没有生气啊，我不会骂你，也不会打你的。少爷，我的衣裳。别管那衣裳了，跟我来吧。快坐下。他能狠心的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，居然还说他爱我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把爹娘都说服了。那现在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豁出去了，爹娘不谈离婚，我自己谈。万一他又恼羞成怒了，那他就暴露原形了，爹娘也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反正再造也不会坏过现在。我不管他玩什么把戏，是真也好，假也好，我绝对不会放弃谈离婚的。我的人生将会因此有重大的转变，那是我全心渴望的转变。我一定不会退缩，我会争取到底。小雨点。